随着人口不断老龄化，骨质疏松症是越来越常见了。是我们2位呢，现在是属于中壮年嘛，也是要开始积极的预防哦。没错，防治不可以怠慢。这一集我们来聊一聊骨质疏松症。我们可否从一个人外表看出来他是否患上骨质疏松症呢？个子矮小获得几率比较高吗？是迷思还是事实？那血液刺激有帮助吗？患者能够进行推拿吗？中期有哪些检测还有治疗方法呢？通通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以及长知识。哇，一讲到骨质疏松症啊，我就想到好像是女性比较容易得到嘞。哎，那年长女性的风险不是更高？哎，不然这样问问嘉宾好不好？好 ，OK， 好，欢迎向云姐、黄炯耀以及骨科运动医学高级顾问李光辉医生，欢迎3位，来，有请。哇，今天我们的嘉宾哦，不知道对这个课题了不了解？应该蛮了解的，来请坐。所以这个课题你们请我来，是因为知道我哇，这个你看，演技派，对，演技派就是这样。哎，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或者是担心自己会获得这个骨质疏松症？哎，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有亲戚呢，就是因为跌倒了，他年长了嘛，那后来呢就不能动，也听说过呢一些跌倒了之后有这个生命的危险。是。那炯耀哥呢？我会比较担心我妈妈还有我太太，因为听说就是女生会比较容易患上这个骨质疏松症，所以都会很勤劳的叫他们补钙啦。对，趁年轻要多补一下。对。其实我个人是蛮好奇啦，有没有可能从一个人的外表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看不出的啊，当然是看不出的。 OK， 因为骨质疏松症的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无声疾病，通常是因为他们跌伤有骨折 ，OK， 帮他们开刀过后，人发现他们其实有骨疏松症，所以很多患者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对呀，是。哎，可是为什么察觉不到啊？对啊骨质疏松症是骨头结构上的问题。 ，OK， 所以虽然你的骨头是完整，可是它的质地不好了，钙质流失，导致你的骨头产生很多那个空洞，是不是？对，所以一旦你的骨头有很多空洞，它就不强壮。你一创伤，轻微的创伤，你就会骨折。哦，那对于骨质疏松症，我们其实也是有些迷思啊，不然这样，我来考考你们，好不好？看你们对这个了解有多少哈。来，第一题，男女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是相等一样的，真还是假？来，3、2、1，请举牌。3位都假，来，为什么？因为女生会生孩子嘛，对，所以很多东西都会流失。女性通常在更年期的时候，都有这个骨质疏松症的现象。一般都说女生这个钙质流失比较快，风险相等，肯定不对嘛？肯定不对。OK， 那我们请医生来揭晓，答案是什么呢？是假。哇，3位哈，牛刀小试，热身题哈。是。从30岁到40岁左右，男女的失去钙质的发现率是差不多一样，每一年我们会失去大概1到2%。OK， 女孩子呢，到了50岁更年期的时候，流失的那个钙质的次数就会比较快，2到3%一年。这个会持续大概10年左右。10年啊！人过了60岁呢，男女的流失那个钙质的次数就差不多一样。好，那第一题大家都不错，那第2题哈，跑步比游泳更能够预防骨质疏松症，真还是假 ？OK， 假真 OK， 向云姐，你觉得是游泳啊，还是跑步？我觉得游泳是全身好啦，但是我只知道说要用力的话哈，跑步比较好，是对骨质的这个密度比较好，但是会对膝盖不好嘞。OK， 对，因为跑步我们就是一直在施压在我们的那个膝盖，那我觉得这对骨头的那个伤害、关节的伤害比游泳来的大。当你没有那么伤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流失。哦，是吗？哦，预防哈。来问一下李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是真。答案是真啊，因为跑步算是一个 gravity 的exercise 运动，抗地心的运动，我们的身体才会吸收那些钙质。哦，就像 NASA 太空人，他们上了太空半年、1年左右，回到地球了过后，医生都发现到他们都有骨质疏松症。哦，所以要有重力，我们才能够吸收钙质啊。哇，那些举重的选手，哇，本身钙质就很多咯。OK， 来第3题哈，定时的补充钙片啊，就不用担心会患上骨质疏松症，真还是假？来，就可以啊。3、2、1，请举牌。我是这么做啦，我是这么做，所以我相信他是了。说假为什么？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不是说没有用，肯定会有帮助。可是这个钙质流失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因素啦，了解。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定期吃这个钙片。对，但是我也因为这样子，我有定期去做一点点运动啊，快走。OK， 我觉得有吃就不用担心，没吃一定要担心。好，来，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是假。假的。OK， 如果你没有运动，没有做那些抗地心的运动，你吃多少的钙片，它也不会吸收。我听说长期吃钙片是不好的，不正确不正确。这个，除非你是长期吃很高数量的钙质。你没有喝水，就会导致肾的湿透。结石啊，结石 kidney stone 呢？医生，我有肾结石，但是我这几年都每天补充这个钙片，请问会更加重这个肾结石吗？如果你喝多一点，够水分是不用担心的这个问题。比如像我们这种年龄应该吃多少量的钙片 ？OK， 从30岁到50岁，男女基本上一天最好是可以吃到1000个 milligram， 男孩子到70岁就。这增加到1200。OK， 可是女性呢就要比较早一点，因为更年期的问题。对，所以在50岁左右，最好是可以增加你们的数量到1200。所以你看这个钙片还是要补充哈。好，那我们来问下一个迷思。OK， 体格娇小又瘦的人更有机会患上骨质疏松症，真还是假？假。哎呦。我觉得体干没有影响啊，不管你是高还是矮，只要你的骨密度是对的话，就对了嘛。就 OK， 对。小哥嘞，我们就以这个桌子来比喻吧，因为你可能是比较大的桌子，你要的那个支撑那个角就比较粗，那比较细的就可能要比较细的。OK， 所以跟这个size 是没有关系啦。OK， 答案是真还是假？是真。是真啊，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真啊？OK， 大致的病人，你们的骨量就会比较高，娇小玲珑的病人，你们的骨量比较少。可以，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们的存款，如果你们的存款很高的话，每一年你们失去1%，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失去到疏松症的程度。明白。好，最后一个迷思请听清楚哦，身材变矮呢，就是可能患上骨质疏松症，真还是假？真。我跟你讲，这一个答错。真。叫妈挂回来。来，为什么？小只比较容易得到，对，所以你会慢慢的缩水到没有去。OK， 好，香云姐呢？说的是真的，因为当你骨质疏松的时候，你的骨的支撑力越来越低了，然后可能会慢慢的就缩水这样子，就缩下来了。就是我们常说老人家会缩水，据我所知，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的骨质流失了一点，所以就是会影响。好，答案是真还是假？是真。哇，回来了。OK， 怎么说呢？在骨疏松症的病人，他们会变矮，就是因为他的骨头被压扁了，所以每一节失去几公分，累积下来就是1-2公分就变矮了。对，那有没有什么风险因素我们要注意的？有些病人他长期要吃药，类固醇的药，不良的生活饮食方面，就好像喝很多酒、抽烟、吸烟跟喝酒，你的身体它吸收那个钙质的功能就比较差了。OK， 那还有一个族群，比如说很早绝经的女生，比如说40岁之前提早绝经，这群人也会容易得到吗？100%，因为他们荷尔蒙中断了，所以打个比方，如果他就开始了过后的10年失去大量的那个钙质这样他的风险当然就提高很多。简单来说，不管是男女都是要早一点预防。是。好，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深入了解骨质疏松症。还有中医师会加入讨论哦，我们稍后见。好，那欢迎王贵南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了。你好。OK， 在中医的角度怎么看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呢，它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OK。另外呢，它没有自觉症状，也就是说自己感觉不到。所以它是导致很多老年人，比如说腰背痛啊、脊柱弯驼背啊，还有骨折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发病比较慢。所以中医把它称为骨萎了，就是说骨头萎缩，那么功能失去了。那它的病因有哪些？病因来讲，一般上它跟我们中医说的
肝、脾、肾的不足，还有那个血瘀有关。我们先来说说那个肾，它包括了我们这个器官，这个肾。不过很多时候它还有包括很多我们的这个生理功能，比如我们人的生长发育，还有衰老。另外中医也认为我们的头发啦、牙齿啊、骨骼啊，都是属于这个肾的系统。因为中医说肾是先天之本。然后呢，它主骨。藏精，精是指精华，所以当一个人的精血不足的时候呢，那么骨头呢就会显得比较容易脆弱。现代的流行病学，他们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属于肾虚型的那种骨质疏松症的病人，他们的这个耻骨、桡骨，它的骨头矿物质的含量呢，是比同年龄健康的或者是没有属于这个肾虚的这种骨质疏松的病人呢。是来的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呢会比较严重一点，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的生化资源，是，所以它是负责汲取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跟一些精微的物质。中医说这个脾呢，它也主这个四肢肌肉。脾也相当于现代医学当中我们说的消化吸收的系统。消化系统。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脾胃功能比较差，那么得不到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那么当然也会造成骨骼、肌肉都比较衰弱。至于肝呢，中医说肝藏血，主筋，这个筋就是我们骨头上面的韧带。对。所以很多时候筋的病变呢，也会影响到骨头。所以当这个筋骨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骨头就会变得脆弱，就会引起关节疼痛啦，活动不利啊，那引起骨萎缩。然后我们最后有提到一个跟这个血瘀有关，血瘀从现代的语言来了解，它就是血液的流变异常。如果这个血瘀的情况出现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微循环的障碍。那么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细胞还有组织，它的这个物质交换是不利的。比较不好的，而且它也会导致呢，我们对这个钙啊、胶原的吸收也比较差，那么就会增加这个骨头的脆弱性，那么引起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其实都是循环息息相关的。对，有没有什么一个诊断的方法？诊断方法通常我们是可以用 DEXA scan X 光的机器仪器就会衡量你的盘骨跟你的脊椎骨的骨密度。为什么只针对那个盆骨跟脊椎？因为一旦你一个病人有骨质疏松症的时候，这两个部分是最普遍受伤的部分。那比如说他们跌倒，你们帮他们开刀，他们恢复能力怎么样？还是可以恢复行动自如吗？打个比方，就好像你在你跌伤之前，你完全是可以走路自如。对。你跌伤了过后，复原了过后，有些病人他们必须用那些拐杖啊来帮他们走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跌倒之前，你需要用拐杖来走路的话呢，你跌倒、开刀、康复过后，大多数有些他们坐轮椅，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步一步的退化这样子。那最严重的后果会怎么样？最严重就是死亡。百分比都高吗？打个比方，100个老人家跌倒，盘骨裂，在1年过后，28%都会死亡。其实28%这个数字蛮惊人的，听起来很可怕。所以其实真的是要提早，如果你怀疑自己有，对不对？快点去 check 一下。OK， 那刚才我玩一个迷思小游戏，现在多一个小挑战，因为我们的医生有准备这个 X-ray 的照片脊椎骨 X-ray， 你们猜猜看哪一张照片呢是有骨质疏松症？答案可能超过一个。OK， 来，你的答案是。A 和 C，Why？ 因为 A 和 C 看起来比较空洞，而 B 呢里头还是比较有密度的。OK， 我也是选择 A 跟 C， 因为 B 一看就好像很年轻的然后 A 跟 C 呢是它已经有点弯曲了，所以就比较老一点。制作组哪有这样简单，对不对？一定是 A、B、C。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那些空隙啊，太大了，太大了。好，医生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跟 C。所以 B 看起来是正常的正常的。一旦病人有骨质疏松症的时候，你看他的骨头，它的厚度比较矮小。第二呢，它的密度没有了，所以看得起来像一个空洞这样可是你比较这个年轻人的脊椎骨，它的骨头里面是很多钙质，所以出现了像白色的银质这样。
骨质疏松症的病人通常也有蛮严重的退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很多骨刺在他的脊椎骨。对嘞，呀，C 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病人他的脊椎骨已经有点弯曲了，对，骨头的密度也是比较少。OK， 好，那谢谢李医生的解释了，都清楚了哈。这个药我们是可以吃大概5年左右，不然的话，我们的骨头会变得太硬，就好像一个 marble 这样，你一跌倒，它整个就会碎掉。呀，骨质疏松症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这个穴位来协助缓解，也能够缓解腰背疼痛，还有头痛等等。哦，我想问一下医师哦，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病患，他是有骨质疏松，同时有脊椎侧弯的问题？脊椎侧弯呢，它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啦。严重的脊柱侧弯，它会整个人，比如说弯不起腰、半倾倒的这样走路。不过脊柱侧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比如说一些是生理性的，像一些年轻人的脊柱侧弯，它不一定是骨质疏松造成的。李医生，你看到的骨质疏松症它是什么样子的？年长的病人有骨质疏松症的病人，它就好像一个豆腐这样，你一切就断了，它就断了。我很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你们要切骨？因为我们骨科医生，我们换膝盖的手术啦，换大腿的手术都会需要，都需要。切掉那些不好的骨头，已经退化的骨头，我们放铁进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切这些骨头。了解。OK， 那治疗方法还有哪一些呢？治疗方法有2种，非药物性跟药物性。所以非药物性的，第一，更改生活方式了，不要喝酒，不要抽烟。好。要做多一点运动，抗地性的运动是 OK， 晨运跑步，饮食，所以是尽量呢吃高钙质的食物，比如牛奶了，cheese，ikan bilis，OK，soy products， 是这些豆类的东西都可以。说到喝牛奶吃 cheese，像我现在都会鼓励我老婆，就是多多喝牛奶啊，然后零食可能吃一些cheese相关的。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从我们饮食中摄取到足够的钙，对不对？那它就会降低那个骨质疏松症的那个风险。对。那如果说你刚刚讲的这些还是没有办法改善，那就是得用药物治疗。对，所以那个药物我们分成大概2种啦。第一个是针对那个成骨细胞，另外一个是针对那破骨细胞。我们普通的人到了35岁到40岁，我们的成骨细胞比破骨细胞更活跃。所以我们不大什么担心。到了40岁以后，那个破骨细胞就比成骨细胞更活跃，所以导致我们的骨质流失。所以那个药物呢，第一 first choice， 通常我们是针对是那个破骨细胞，叫 bisphosphonates， 服用的服用。可是呢，这个药我们是可以吃大概5年左右，不然的话，我们的骨头会变得太硬，就好像一个 marble 这样，你一跌倒，它整个就会碎掉。另外一个药物呢，就是针对那个成骨细胞，fortil teriparatide 注射在你的脂肪 ，OK， 可以用大概2年左右。如果用过多2年呢，我们怕产生骨癌。所以病人那些有骨癌的不可以服食这个药。可是骨质疏松可以逆转的吗？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就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些那些某些 risk factor， 就好像你们刚才像抽烟啊，这些都可以缓和的。所以先从改善生活开始，跟饮食这块。对，那王医师，中医讲治疗，一般上是以调理为主啦。那么是通过中药来调理，因为中药能够帮助呢改善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这个退行性变化。另外它也能够，比如说缓解一些临床的症状，像疼痛啊之类的。那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呢，它也有帮助增加我们的骨密度。还有呢，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中药的作用一般上就是我们会用一些补肝肾、强筋骨、健脾胃、通血脉的一些中药材。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边有3种比较有特色的那个中药材。这个就是续断，就是说断了的东西它能够接回去。这个叫做骨碎补。骨碎了之后，
还能够补回去。那这个叫牛膝，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茎，主要是说它的功效就好像牛的那个膝盖这样，用了之后能够使我们的关节骨骼非常的强壮。当然在用这些中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医师的一些辨证论治啊，还有根据个人的体质来使用，这样会比较安全有效。是的，那有人说以形补形啊，是不是多喝这个大骨汤呢就好呢？其实骨头汤它起的作用不大了，它有一点点作用了，除非你喝很多。OK，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从一些正常的饮食里头去摄取。另外一个骨头汤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含有很多的脂肪，其实多喝了对身体也是不是很好的作用。那可不可以用穴位按摩来刺激它呢？有的，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脚底上的一个穴位，叫做束骨穴。哇，马上一下把骨束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来束骨穴在我们的足小指本节后方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赤白肉际处。这个地方就是束骨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比如说食指在那边按揉、按压，刺激它。对，因为它这个穴位属于足太阳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呢，它是专门主筋所生的疾病。所以这个跟精气不足有关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压这个穴位来协助缓解。另外，这个穴位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比如说腰背疼痛，还有头痛等等。骨质疏松症患者是不是不可以去接受按摩或者推拿？是的，因为重度的骨质疏松症患者，他们一些稍微轻微的重力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这个骨折。所以一般上我们要特别小心，如果是在按摩啊、推拿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不然会引起一些病理性的骨折。因为像这个骨质疏松只能延缓嘛，那是不是有什么预防的方法？从小就尽早提前的存骨本，就是你越早开始吃更多的钙质的食物、钙质的钙片之类，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存骨本的效果，就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症哈。那医师呢有什么要补充？一般上就是要适当的做运动，来增强骨骼肌肉的一些强健。另外，适当的晒晒太阳，对，加强那个骨质。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预防跌倒。所以家里呢，如果有长辈的话，不妨可以安装一些扶手啊，没错，然后可能防滑垫之类的，没错。所以记得啦，一定不要忘了，一定要做那个抗地心引力的运动，对，还有晒多一点太阳，对啊，然后吃高钙的食物啊，没错。那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认识到骨质疏松症哈。没错，再次谢谢李医生、王医师，谢谢两位，谢谢向一姐、九号大哥，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星期见，拜拜。